欢迎来到 Miki 的频道，台湾男子跟台湾面线的频道。大家好，你猜到我是谁了吗？上次的代班有把大家吓傻吗？我已经吓傻了。今天又要帮懒鬼 Miki 介绍的是在台北的知名红面线，它在永康街上。Miki 用餐时看了看评论，竟然有40元事件，有兴趣的可以在 Google 上面看。其实 Miki 觉得店家有店家的考量，合情合理。在这里点了面线来吃，属于中等勾芡，面体较细，汤头有高汤味、油葱味、蒜味，还带有猪脚的胶质气味，有一种吃猪脚面线的错觉。里面还能吃到木耳、香菜。桌上有醋跟辣粉辣酱，可以添加。辣粉辣酱带有细微中药香气，是少数 Miki 会喜欢的辣粉辣油类型。平常 Miki 比较偏好甜辣椒片辣油，再来是生辣椒辣油。这间面线店的大肠走原味路线，但不至于会害怕。不过如果再多一点猪味， Miki 可能就会怕了。它似乎刚好抓在临界点，因此带出猪肉的原始感觉，口感肥嫩柔软，有几块入口即化。整碗分量的确不多，但是对 Miki 来说吃起来可以。菜单也有日文，在这里想必抓到了不少外国游客。虽然面线每家看起来很像，其实细节各自不同。如果你也是面线爱好者，一定会跟 Miki 有同样的感受。好的，以上节目就到此结束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下面又进入了杂谈的时间。苹果前副总裁约翰布兰登有提出11点成功法则，里面有2点 Miki 觉得很受用，其一就是要乐在其中，否则就不值得。第2点，别把事情想得太难。这2点就好像普拿疼那样，吃了脑袋会舒服一点，方向会更正确一点。其他9点是什么呢？ Miki 想不起来了。今天 Miki 想跟大家分享他的读书心得。他最近看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致富心态》，作者摩根豪瑟，太棒的书了，字字珠玑。你的理财经历只占全世界的理财经历的 0.000001%，但是你80%用这些经历在看世界。每个人的经历不同，认知不同，因此做出的决策也不同。作者提到，有钱就会做出疯狂的事情，但没有人绝对是疯子。很多决策在当下看起来合情合理，或者你觉得疯狂，我看起来合理。书里面也提到运气问题，这个理念跟 Miki 想的与相信的理念一模一样，因此读起来感觉很有共鸣。作者说，风险跟运气一体两面，没有绝对的好，也没有绝对的坏。面对他人的成功的时候，多数人会认为是运气成分，但面对自己的成功的时候，就不会觉得只是运气，而是自己的决策其实都各有成分。一个好决策说不定刚好落在失败的10%里面，一个坏决策说不定因为运气好，刚好落在10%的成功里面。因此一切事物都没有绝对。 Miki 觉得读到这里带给他的感受是，别太苛责自己啦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作者说，重点在于满足感。书中提到，巴菲特说了，有些人用自己不可或缺的一切作为赌注，想去赚取自己不需要的钱。因此如果有幸实现目标之后，要停止追逐。第5章的副标题也很赞，高明的投资术不必然是好决策，而是持续避免出错。复利是违反直觉的数学，所以我们大脑经常无法理解，看不到时间的效力。成功的理财方法是活下去。作者说，致富跟守财是2种不同的技能。Miki 想到他最近经验所产生了一个体悟，明明股市回升，他的总资产却没有跟着大幅上升，原来是有破洞。Miki 之前投资的新能源不断在拖后腿，他只好忍痛砍掉，转进更有希望的标的，把洞补起来。作者也提到，手头上保留现金的用意，虽然会贬值，但是避免自己被迫在空头市场将股票卖掉。的确，如果当时要用不好的价格来砍掉优质掉好股票，就是非常不划算的巨大损失。Miki 认为这也给我们多了选择，也就是可以在低档加码。书中也提到，好的计划要预留犯错空间，安全边际经常被低估，安全边际程度越高，
需要的优势条件就越少。白话来说，就是导致最终结果正确的环节。还不够白话吗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只要让它能依附在成功的轨道上，就不需要更多的运气或是更大的爆发，就能合理的取得成功，而且还要保持乐观。我们认为事情在轨道上，也不能否认路上会有一大堆坏事跟地雷。尽管我们大多时候都看走眼，但是到最后依旧可以取得巨大的成功。这就是活下去的好处。长尾效应，巨大的影响力分布在少数的末端，这非常违反直觉。总结来说，Miki 学到关于很重要的忍受风险概念。你必须承受一定程度的风险，甚至是回档，才能赚取合理的报酬。这位作者不晓得有没有其他书可以找来看。好了，这本书是最近 Miki 的读书心得分享，里面有些解读不一定是作者的原意，因此如果对内容有兴趣，一定要找原作来看。好的，杂谈到此结束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下次见。